Ontology One 的平均精度爱泰10是 0.630， Google 基线是 0.543， 差距真正 0.087。 但这 0.087 真正赌的不是模型再大一点，而是能不能把一句模糊需求拆成可检查的知识。复杂商品搜索确实可能被重新做一遍，这套东西叫 Ontology One， 由 Onton 做，是一种神经符号商品搜索。说白了就是让语言模型负责理解，再接上显示知识图谱和推理层，专门处理复杂的购物意图。问题在于，消费者买一件合适的家居商品，平均要纠结79天，还要跨12个网站。因为宠物友好这种要求根本不是一个现成关键词，里面还藏着材质、清洁、耐用和适配场景。它跟向量搜索差在哪儿？差在它要把这些隐含条件拆开。从2026年2月到2026年7月，频道跟了这条线8期，变化很清楚。一开始是让多个代理接管任务，后来发现深度搜索经常卡在错误信息上，方向才转向先验证再推理。这次的 Ontology E 正好接住了这个转向，所以这次新增的不是再叠一层向量检索，它会拆属性，标出缺口，继续提问或获取知识，再把不动结果接回后面的搜索。搜索不再只是找结果，也开始记录自己为什么还找不准。这正是购物画儿细掰开，缺项还需问明白。沿着这个思路输入 Pet-Friendly Sectional 时， Ontology E 不会只找标题相似的沙发，它会把宠物友好沙发类别、可清洁这些关系拆出来，分别检查商品有没有对应证据。这里的关系就是商品属性之间怎么互相影响，具体过程很像一次现场排证。用户搜 Pet-Friendly Sectional， 系统先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宠物友好知识，它可能把聚酯面料先当成待验证线索，后来又把这条线索带到 Pet-Friendly Chair 和 Cleanable Blue Couch 这些后续查询里。猎奇的地方就在这儿，聚酯面料居然先被当成了宠物友好线索，这就把一次搜索变成了一个循环。查询暴露缺口，系统提问或补知识，知识回写图谱，再影响下一次查询。不动结果不会只服务当前这一条搜索，它还可能被后续商品和场景复用。就这一步，按循环能积累知识，也能积累错误。聚酯面料真等于宠物友好吗？不是，它只是代理线索，不是结论。系统能留下属性、来源和推断路径，方便追责，却不能靠留下记录证明推断正确。如果没有人工或业务规则验证，一次误判就可能流到更多商品和后续查询。有道是不动回写千心单，句旨勿当宠友看。先看评测本身，90条文本查询里 Ontology 1的平均精度爱泰时是 0.630， Google 基线是 0.543。3位多模态评委分别是 Claude、Gemini 和 GPT， 公开结果里 Ontology E 拿下52条， Google Shopping 是19条， Amazon 是16条。这个结果能说明方向有希望，但90条查询的样本量并不大。这组评测靠谱吗？能参考，但不能直接当成严格定论。3位评委给出的排名一致，说明相对顺序有信号，可一致性系数只有 0.465， 说明具体打分标准还不够稳定。排名一致不等于每一分都可靠，样本不大。更扎心的是 Onton 只索引了约 1% 的目录，却声称图谱引擎比 Readersgraph 快700倍。一个是约 1% 的目录，一个是700倍的速度声明，两个数字都建立在小而可控的范围上。小目录里跑得快，不等于覆盖整个商品世界后仍然成立，但小目录只是评测边界，工程压力没有消失。Onton 的流水线每天处理数十万件商品，真正麻烦的是目录会持续变动，补动系统得不断判断哪些线索还能信。今天有效的属性，明天可能因为供应商描述变化而失效。这部分公开材料没有给出完整的错误回流和更新策略，正应了那句小厂占优，中需量，放大全程再端详。所以它的核心位置更像商品数据、神经模型、知识图谱和业务逻辑之间的信任层。模型负责发现可能的关联，
图谱和规则负责把关联变成可检查的搜索条件，业务逻辑决定哪些条件能直接用于筛选，哪些只能挂成待验证线索。可审计讲的是路径能查，不是答案自动正确。放到成熟搜索引擎旁边看， Ontology 1瞄准的是复杂自然语言、否定条件、绘画式和多模态商品搜索。 Elasticsearch、Algolia 和 Callbio 这类产品的公开定位与它不同，但官方没有给出和它们的正面对比，所以不能把 Ontology 1的 0.630 直接拿去宣布它全面超过这些系统。这里还有一个反直觉信号，一无 base 的 AUC 约 0.985， 一无 small 约 0.981。 小模型和大模型的相关商品重合率达到 98% 到 99%， 说明压缩向量底座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相关结果。所以最该花钱的地方可能不是把向量模型继续做大，而是把知识覆盖和验证流程补好。模型规模未必是瓶颈，但知识补洞这个循环收益和风险是同一个东西。查询会带出缺口，缺口会生成代理线索，线索经过验证后回血，一旦验证缺席，错误也会一起回血。错误回流后，系统可能在更多商品和后续查询里重复使用同一条错误判断，人还得握住验证和回血这两个决定权。有诗为证，契地线索待查清，图谱规则验分明。回到频道一直跟的那条线，复杂搜索的价值不是把结果页再塞满一点。消费者平均要用79天跨12个网站做决定，而线上购买决策在4年里还增加了9天。Ontology 1试图减少的是用户反复跨站确认属性的摩擦，但现有材料只证明它把补洞路径做出来了，还没有证明它能普遍缩短决策周期。所以它更像垂直商品决策工具，不是已经证明的通用搜索范式。目录规模小，需求复杂，需要解释和追责时，这套路子有适用价值。简单关键词检索没必要先引入知识图谱、推理和持续补洞，复杂度可能比收益更早到来。个人开发者如果只是做普通站内搜索，这波可以先不追。采用前先把官方结果降级成方向性假设。90条查询一致性系数只有 0.465， 目录又只覆盖约 1%， 都不足以直接外推领先。上线前必须在自己的目录上重跑平均精度、爱态时、转化率和错误代理监控。账就这么简单。先确认需求里确实有多重约束、否定条件或跨属性判断，再考虑引入这套系统。再核对真实目录覆盖率，别拿约 1% 的评测范围替代线上全量目录。给聚酯面料等于宠物友好这类代理线索加人工或业务规则验证，验证不过就禁止回血。最后用自己的平均精度、爱态时、转化率和错误率复测，如果只是简单关键词搜索，就先别上。这正是自家货架先试跑，为验线索莫挂号。